我是八十八颗巴拉子的主唱，我叫阿强。我是吉他手大头，我是鼓手东佑，我是手风琴手乌鸦。我第一次听到杨耀东的《星期六》这首歌，是我在我幼稚园的时候，对，在花莲，那时候这首歌很红，在电视上还有广播听到这首歌。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歌是杨耀东的《星期六》，那个谁啊，有一种声音，你问他怎么会知道？李树全还有比利，小学最喜欢的歌，除了儿歌之外就是罗大佑。我应该听过这首歌，但是我没有像阿强记忆那么深刻。我小时候是没有听过，因为阿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才刚出生。我在阿强听到这首歌那个年纪，我听罗大佑。我以为星期六是所有人都听过，对这首歌有印象，基本上都超老，都是一些老头子这样，老人阿嬷啊什么的，阿姨。因为其实我听乐团音乐蛮早的，西洋音乐也蛮早的，对，5、6年级。我觉得中文歌跟外国歌，日本歌、美国歌比较不一样的是，你歌词对你的影响会多很多。比如说我小时候听《枪与玫瑰》，听 Michael Jackson， 编曲喜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如果是中文歌的话，你会对他的歌词内容影响会比较多。其实听歌很少爱听歌词，我对文字的敏感度比较低，是听旋律或是。所以你听得懂中文歌在唱什么吗？我会唱，可是我可能不知道内容。郭富城什么的，刘德华你也听不懂啊。那我第一次听到北京什么崔健什么，你哪会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啊。我觉得那歌词很特别，这个时代的乐团和创作人应该已经不会讲这么跟吃便当和搭公车有关的内容。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没错的话是没有周休2日。他这么期待星期六到底是为什么？星期六明明就还要上半天班。他应该要对星期天比较期待才对，跟举光日一样。这我一直在，那个礼拜四期待举光日。先注意到歌词，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小时候只听得懂中文，所以就会受到歌词的影响，就不了解整个歌写的故事，因为大家都在唱副歌，只记得副歌。长大之后才回头去听，发现那个时候的歌超级多东洋跟西洋的影子。高凌风的歌其实是 Bee Gees 改编的之类的，然后什么周华健其实是日本的歌改编的，什么这种，好像刚好就是在那个年代。陈少宇第一张专辑，小时候听觉得好可爱这样，长大去听发现哇，里面编曲好厉害，鼓手是黄瑞丰，乐手名单列出来，里面全部都是超强的人，就是你叫得出名字的那些经典老师。我最早接触音乐是小时候被妈妈送去音乐班，奥福音乐班，要拿绳子排五线谱，然后这边有一个圆形放过去，这个是哆。我哥大我5岁，跟阿强他们一样大。像我哥听王杰，我就听王杰；我哥听小虎队、张雨生；我哥开始听 Michael Jackson， 带 MV 的录影带回家看 Bon Jovi 啦、R.E.M 啊、Radiohead， 我就是都跟着听。我自己开始没有，最早是那个。小魔女那个范晓萱，对，学校跟着跳那个体操，然后后来张惠妹从看五等奖一直到她出 CD 买的姐妹，披头是在推她的那个 One 那张红色的精选集，每天在国中的时候在学校里放。高一加入热音社也是看我哥有桌子抽屉里有鼓棒，那我就有学鼓。我从小是雅马哈团体班，大概4岁开始学。你们都是正规的。国小的时候加入那个子弟队跟合唱团，国1、国2周杰伦那时候才开始听流行歌。社团新生入学的时候就觉得打鼓很帅，进去的时候高1是鼓手，然后后来高2就被抓去弹 keyboard， 就到现在吧。中间有断掉一阵子，然后后来就是跟一个冲绳乐团一起玩，然后认识他们，在台湾的冲绳乐团。我小时候其实最早接触音乐是在教会，而且是天主教会。我爸是长期在天主教里面弹钢琴，那些音乐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枯燥。我自己碰乐器已经是高中的时候，然后就是认识阿强。我现在如果真的回想，那时候是有深刻影响，对蓝调的想法还有蓝调结构，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天主教使用的声音，对，天主教的歌跟基督教的歌不一样。可能一首歌只使用2-3个音而已吧。那难怪很枯燥啊！你2-3个音当然枯燥啊。基督教比较民谣了。小学4年级开始听 Michael Jackson 嘛，5年级开始听枪与玫瑰，国1就是开始听 Nirvana 什么的，然后 Aerosmith， 然后在那之前，我的前一张中文专辑庾澄庆跟东方快车，国中都在听摇滚乐，看很多台湾乐团表演。高1就想说有机会学乐器，我就学乐器，所以我一开始就学鼓。因为鼓棒只要50块，我们那时候全班会有一堆，然后我们后面就摆到20-30支吉他，
一开始大家都在谈，我们那个都是大家学一学，就全部都不学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考联考啊，国中很难说你跑去学什么乐器，除非你真的家里超好，然后你成绩也超好。9月开学，大概到10月、11月的时候，后面的吉他就没人再碰了。对，我就选了一支比较好的带回家，因为没人在乎了。其实828开始是因为乐音社就是有一群人会春训，春训就是第一天会有超多人，然后到第2天、第3天就没有人了。对，高中生就是这样嘛，就到暑假、春假会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就去那边之后都没有人了，我们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玩，玩一玩就开始卷，好玩就开始写歌，然后写了1、2首歌的时候，突然有人表演，我们就出去表演，这样出去表演之后又觉得哇，高中生就会写歌，好厉害哦，然后就会有下一个表演。第一次表演真的在那种户外地方表演，应该是吹呐喊吧，在97年的吹呐喊，以前没有人在看团啊，以前大家是去玩的，但上面一直会有音乐。我跟大头刚刚开始玩团的时候，台湾乐团圈是完全没有任何规则的，就很早期啊，什么卓一西公社、闪灵应该刚开始组 Jubilees， 甲子、赛璐璐、迷幻幼稚园，在死杠年代的人，美杜莎那时候美斗团很多。第一场 live house 是去看刺客，去死杠看刺客，哇，这个地方好酷哦！那个 bar 应该超烂，死杠超级烂的地方，一个地下室很湿这样，可他们会穿自己最漂亮的尖头那个长马靴，裤子穿超爆紧，去看表演这样。每隔大概5、6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对，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我们没人看。对，然后人家说我们玩30年，30年应该是说很成功这样，这也没有。我觉得乐团还有音乐季啊，数量变比以前多太多。真正的摇滚乐团其实数量，一直都很少。我也觉得摇滚乐团听众真的就是起起伏伏。大一的时候开始玩团，整个大学都是被乐团生活覆盖。我玩乐团的感觉比较像是我正规人生外的一条兼职，但是现在我看大学到25岁这个年纪的人玩乐团的感觉比较像是他们是创业家，然后这就是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能差了15年，心态的差别，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话，玩乐团一路玩了20年，然后慢慢跟我的正规的人生合并在一起，就是开 live house。那个时候是想要延续说有一些小场地让乐团可以表演，像阿强以前去 Scum 那样有一个这样的场地，因为乐团想的东西也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有网络了，有社群了，不用只靠表演来得到曝光。他们会把练团的钱拿去买 IG 广告，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以前现场表演是一个很重要的曝光管道，所以我也还在学习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让我的 live house 活下去。卖空间给他们录 IG 广告啊，这是一个职业啊，我没有其他工作，职业倦怠。很多人问过我说，我们这玩30年嘛，都在唱一样的歌，因为很多年轻乐团都会有这个困扰。我一首歌写完出来之后，我表演了很多次，如果觉得烦了怎么办？有的歌唱了20年、20几年都还在唱。我后来有一个结论：如果你觉得倦怠的话，表示你歌写的不够好，你就是歌写太烂，你才会觉得无聊。你看我每次玩我自己的歌，我都觉得很爽啊，每次弹我都觉得不一样，说我怎么会写那么好？真的，认真的。我觉得舞台就是表演的部分会比较多啊，我可能会简化很多我弹的部分，但录音的话可能就是音乐性为主，动作可能没办法那么多，然后我在弹奏上要注意的事情细节会比较多，就是有点像反应，就是你到不一样大小的舞台，或是今天面对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直觉会让你有不一样的反应，或是你今天的上要调稍微不一样。哦，音乐季舞台的话，它的鼓的上会怎么表现？然后今天的 PA 是怎么样，耳朵听起来是怎么样，然后今天喇叭怎么样，其实我们会自己去反应。所以小场的就很好控制啊，小场的就是比如100人，说以前在地下社会，我甚至200人场好了，你的音箱或鼓的声音够大的时候，就外场的 PA 就是把我们的上加一点点出来就好，现场的观众反应我就很好控制。可是如果是音乐节什么的，就得我们的跟外场的 PA 就要互相有信任或是默契。音乐上的目标，这个话题好沉重。音乐上的目标，整个演出和创作上已经变成一个生活方式，心想往哪里走就会往哪里走，不会特别设定一个很长期的目标。不过我可能在玩蓝调的过程中，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会一直玩，还可以这样不会厌烦玩下去？我觉得蓝调就是有这种特性，就是比方说星期六，其实它是很简单的结构，但是就是因为它简单，会让你每一次表演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这个事情真的是玩不腻。我开始玩团目标是因为高中时候有梦想，觉得开始越来越多人做摇滚乐的话，接下来摇滚乐可能就会变成，比如说日本或像美国、东欧，它可能会变成至少变成一个很多人听的力量。现实是那个大部分还是听流行歌文化上的影响是比较多了。我现在目标降低到，我可以让比如说接下来继续玩团的人知道，就算你玩很吵的摇滚乐，一样可以有收入，不用很红，可以温饱，这样就好。在把拉子，我觉得蛮可以自由发挥。然后我一直很梦想，就是想要练风笛跟西塔琴，这样我们变 Beatles，就是能在就是赶快接近那个地方。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希望我在巴拉子可以当一个狂野的鼓手，觉得我都太冷静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可能开始进入中年，然后比较容易累。我不喜欢我在乐团里面太像一个 session player，我是算比较晚加入。高中的时候看巴拉子的时候，巴拉子就是很狂野 ，A、B、C 3个段落，但是 B 的程度可能是每一次表演不一样。对对对，最近10年我加入之后，巴拉子比较会有这首歌是这首歌，这首歌的结构就是都是长这样。偶尔也会出现很多即兴的无限延伸。一首歌的 ending 录音版里面是16个小节，但是 live 的时候变160个小节。因为阿强下去跑操场了，或者是冠霖也跳下去了，音乐只剩吉他跟一个鼓，然后要 hold 住全部，因为其他人都下去玩。阿强会看现场状况，观众很嗨的时候他就那个，观众不嗨的时候他也那个，因为要带观众情绪。那现在大家都要40了以后，就比较这首歌是这样，我们太乖了，所以我就希望未来还能找回狂野的 life 感。对，先从开始运动开始。这个是生涯课题了，因为摇滚乐真的跟年纪会有关系，会有一个死亡交叉。你要如何维持狂野？对，我们有几首歌是我们后面就是见歌迷跟我们聊天，说听到那首歌就知道你们在骗，不是恶意，他就说听到这首歌你们要唱这首歌就知道表演时间不够，是你要拿首歌来骗时间。我想说，你听后摇团的时候不会觉得他们在骗时间吗？下一个音之后咚。1分钟之后才下一个音，这不是双标吗？只是因为我们的标签是前摇滚，他们是后摇滚。我们接下来音乐生涯的目标就要打破双标。最近现场可能会开始演这首歌，练团的时候在编这首歌的现在的现场编曲，是照录音室的版本去改编，就是蛮多不一样的部分了。对，像东佑，因为他那时候没有打鼓，两个人其他部分调整蛮多东西的。我觉得巴拉子歌一直都是一个，每次他都会改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一首歌可以唱什么20年，基本上我们录音室每一张专辑的录音室的录完之后，接下来现场这些歌全部都会不一样。我觉得把原本30年前的编曲重新改成现在的样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三国志8 remake， 对，我们团员自己应该都还蛮享受，对吧？以前有做过文夏老师，然后也有做过浊水溪公社，还有 Spider-Man 是 Raymond 都变巴拉子的版本。像比如说这次跟星期六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听的歌，没想到有机会在官方版本可以翻唱这首歌。有一次有机会跟罗大佑合作，恋曲1980，对，是跟罗大佑本人。所以我觉得玩团玩很久，还是会出现一些好事的，蛮好的。